大家好，我是吴薇，欢迎回来大声。上一期节目呢，我们从更长线和相对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这个结构上分析了一下中国股市还能涨多久。然后呢，这11长假一结束，8号开盘，所有人都在看中国 A 股开盘，都在期待这一天的情况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哈。我们接下来呢做一个快速的梳理，当然在梳理之前呢，我先说两句。一个是呢，上一期节目呢，有的朋友埋怨我说话太专业，或者说话太绕，有的呢就觉得有的观众啊觉得我唱衰中国经济，把我骂一顿，还有的观众呢觉得我没有跳脚骂共产党，没有一路唱衰，又把我骂一顿，还有的说我们大声的账号被中共收买了，乐死我了。我们团队还问我要不要回应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应。再强调一下，我们大声这个节目，尤其是世界媒体看中国这个板块，目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引用和梳理一些媒体报道，尤其是可能我们的观众不太看得到的，或者是收费墙里的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或者是中文媒体现在根本就不引用了，因为墙内的审查和墙外的这个语言的壁垒嘛。还有呢，就是我要从媒体操作的角度，尤其是从我一个个人经验出发。什么意思？我做过记者，做过编辑，做过总编，中文英文都做过，所以可能我看媒体行业操作的时候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会把一些背后的东西说一点儿，但也不用说太多。所以呢，如果有些观众期待在我这儿就是没有手势，一本正经跟新闻联播似的那样的读新闻稿，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不是这个风格。但是如果有人觉得呢，我要是加入自己的个人观点太多了呢，对不起，这就是我想干的。所以呢，如果骂我没问题，骂之前呢，一个是先理解我们这个栏目的利益，二是呢可以骂观点，但不要骂人，而且骂我呢，其实我也不太怕。还有呢，再次提醒，我们大声开会员了，大家或者上网，在网络版上直接点我们栏目上方的链接，或者是打开手机上的这个栏目最头上也有一个加入会员。还是希望大家3连，一个是关注，一个是转发，一个是如果愿意的话加入会员，支持我们大声做更好的节目。好，其实这一次股市开市啊，之前民间最大的担心是什么？担心的是中国官方这次要动用所有的官方力量和机构联手操盘割韭菜。韭菜是谁？其实就是中国股民，就是没有其他地方去做投资，又希望自己手里的那一点钱能够增值，对自己的经济生活有一个改善。其实中国普通老百姓想挣钱，想过好日子的心，所有人都特别理解。但是这一次之所以这么多人关注中国经济和这次中国股市的变化，就是担心会被割韭菜，尤其是这些散户割韭菜。而这一次大家都知道的是，政府大声喊出来要采取政策管理措施和资金投入几方面来促股市、促房市、促中国经济。8号周二一开盘 A 股3大指数全面飘红，到收盘的时候呢，沪指上涨了 4.59%， 深指上涨了 9.17%， 创业板更是猛涨了 17.25%。 而且呢，官方媒体都报了，沪深两市的交易量超过了 3.45 万亿元，说再创历史新高。而且呢，券商股和半导体股表现的也很抢眼，这些都是好消息哈。总体看 A 股确实如所有之前的媒体，也包括我们的节目一个总结，短期内节后首日确实表现相当强劲，因为市场期待非常猛烈，所有的股民想下市的都憋足了要入市的。不过来了，看香港这边，其实因为11长假期间呢，香港休息了1天就开始交易了，所以其实港股那边已经出现了不少的跌。那么6号的时候呢，一开市恒生指数开盘就一路跌，盘中最大的跌幅曾经达到了2300点，跌幅高达 10.12%。好几家媒体包括明报什么都报了，说这个
恒生指数出现如此大跌，上一次还是在08年的10月，当时的跌幅也是达到了15.39%。此外呢，恒生科技指也是跌了12.82%，很多中国的创业股票都跌得很厉害。但是前一天就是10月7号啊，恒生指数其实还在涨，曾经呢上到了2300点，收盘的时候呢还涨了362.9点，涨幅是1.6%，也是创下了2022年2月以来的新高。所以你看一些数字下来以后呢，解读就是不同的了。如果官方媒体要是想讲这一次一揽子计划立竿见影的话，就一定会强调 A 股3大指数全上涨。但是如果看衰或者对中国这次经济复苏不看好的，或者想给大家一些冷静的建议的呢，就会强调看其实港股还是在跌，就让大家冷静，认为股市的上涨的后劲儿没有那么足。那么其实8号最大的新闻还不光是开盘股市的这些数字，最大的新闻呢是国新办主持了新闻发布会。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人是什么呢？是发改委的官员。但是这个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带着4个副主任啊，这次目标是要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的这么一个主题的记者会呢，也是全世界期待，功课做足，调子拉得很高。而且呢，国新办这个记者会还就是在8号一上班早晨就开，所以这边一开市，所有的投资者，尤其机构投资者、散户都在看，一边在看着市场的交易情况，一边就在等这个发布会。之前我们节目也说过了，一个是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这一次呢是中国政府官方喊出来，习近平开了经济会了，喊出来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国经济炒上去。那么这个中国的官方一旦下了决心要干点什么事儿，他们不需要什么具体的公共讨论啊、政策审议，什么也不需要，马上就可以干。所以呢，鉴于大家对中国政治环境的一个熟悉呢，也知道中国政府要想干事儿的话，就得听他们具体怎么干，政策怎么落实。这一次的新闻记者会也因此表现得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所有的人都很失望。这个记者会呢，除了几个主任又喊了一遍口号，目标喊了一遍，决心喊了一遍，然后反复的讲了一下自己对提振中国经济的信心之外呢，具体做法没讲。结果呢，这个记者会就被所有的国际媒体报了，而且呢，所有的媒体不约而同的都给了一个基本上是吐槽的标题，就是中国政府信心有了，目标给了，具体刺激政策没有。还有呢，这一次的新闻记者会呢，贡献了一个名场面，就是在这个前面的几个官员读了一番稿子，说了一番官话之后呢，路透社来了一个提问，具体问怎么办呀？然后这个郑山杰主任直接就把这球踢给他的副主任了，然后这副主任就多次引用郑主任的说法，又把口号念了一遍。我们可以看一段。我是路透社的记者，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政策的一揽子政策有没有一个预计的大概的规模是多大？还有我们要实现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另外就是再连带的问一下，今年5%左右的这个经济增长目标是不是能够实现？目前咱们经济面临的通缩压力会不会缓解？谢谢。谢谢您的提问啊。这个我想您这个问题呢，我请我的同事赵成新副主任来回答这个问题。好的，主任。谢谢路透社记者的提问。其实我感到呢，您关注的这几个问题啊，刚才我们山杰主任阐述的内容当中呢，都能够找到答案。比如说呢，我们山杰主任讲呢，这次一揽子增量政策的研究制定，体现了3个更加注重，体现了4个坚持。
那就是呢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更加注重呢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加注重呢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安全。政策目标呢要坚持目标导向，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呢统筹施策，还要坚持呢长期和短期的结合。郑主任讲的这些内容呢都非常重要，而且呢我想你可能已经关注到了，郑主任讲的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关键词。比如说呢他讲这次一揽子增量政策呢是系统性综合性的政策，这个系统性综合性我认为就是关键词。他还讲呢在落实和执行的过程当中要提高针对性和精准性，针对性和精准性，要增强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啊。而且呢郑主任对这些内容啊都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所以说我觉得呢只要你抓住了郑主任讲的这些核心的内容，一定能够有助于呢理解和把握好这次呢增量政策。看到这段名场面了吧？好多人给他总结成了一个短视频，说的是啥呢？就是这记者会上，先郑山杰郑主任喊了一通高调，信心给足，目标喊出来。路透社记者就提问了，你具体要怎么做呢？郑主任犹豫了一下，直接球踢给副主任。副主任干了个啥？重复了一遍郑主任说的精神态度，然后呢直接 Q 了郑主任14次。就是网民们的话了，你稿都没写好，你开啥记者会呢？你要开记者会给谁看呀？感觉是什么呢？是为了给习总书记表态，必须各个层级的官员努力做出全力以赴的姿态。感觉这次的会啊是为了开会而开会。这个姿态做给谁看呢？是做给最高领导看的。好，我们现在呢就来讲这个国际媒体都怎么报的。路透刚才我说了，因为路透社记者在新闻现场，而且提问了，贡献了一个名场面嘛，所以路透社直接就发了一个比较短的稿，评论说中国政府对经济很有信心，但是投资者还在等更具体的刺激政策。路透社呢还引了一个 OCBC 银行的一个分析师黄国祥的一个引语，说预期被抬高了，但结果令人失望。上一期节目我也说了，就是 BBC 的记者这个席尔瓦，他这次又写了篇文章，他也在跟着中国经济看嘛，他也是直接点出来这个点，说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诺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振经济，但并没有宣布任何新的重大刺激政策，这让投资者感到失望， A 股涨势也因此减弱。然后呢这 BBC 还说郑山杰提到将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用于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并且还说明年会继续发行超长期专项国债。不过这些消息显然不足以让市场兴奋起来。 BBC 就说本来黄金周之后一开市股市一度上涨超过 10%， 说的是 A 股但是记者会结束之后涨势回落。他点的这个点是很对的，因为我刚才说的是官方媒体说了整个这一天 A 股三大指数迅猛涨，但是如果你看细微的时间线的话，刚开始是一开始涨了 10% 以上的，记者会结束从中午开始涨势回落。针对这个现象呢CNBC 也发了一报道，就是说投资者原本期待政府能有更多具体的经济支持措施，但记者会并没有带来足够的细节，结果市场的上涨动力消失了。说蓝筹股指数涨了 5%， 而此前刚开盘的时候曾经飙升超过 10%，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之前的期待呢被抬得很高，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政府主导的一次市场推动，
那么市场包括分析机构什么投行啊，都已经对政府采取的更激进的措施拉动经济有所期待，但是期待上去了，你能不能满足这个期待呢？英国的《金融时报》引用了一个 Natix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的话，这个 quote 我觉得是今天最好的 quote。他怎么说呢？他说，当你喂养怪物的时候，这就是会发生的事儿。你每天都得喂更多，否则它就会反过来对付你。什么意思？就是当政策和政府的手，它不再让市场自己运作，它不让资本的这个规律自己体现出它的规律能量的时候，你人为的去制造一些动能或者制造一些期待的时候，你其实就在豢养一个怪物。那么就变成了你把这个食欲望调得越高，你就要花更多的力量，花更多的钱，花更多的努力去喂养这个怪物。咱们网络上有一句话叫养蛊嘛，就是自己养的蛊，自己最后是要去对付你做的这件事情的哈。所以金融时报也专门强调了，说经过一天的波动交易，上海的这个沪指嘛涨了 4.6%， 但是香港的恒生指数暴跌 9.4%。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角度来自于香港的英文的南华早报，他说就与这个发改委记者会几乎同时，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开会，说他主持了一场专题学习，强调了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和协同作用。而且呢，这次出席这个会的人有谁啊？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张国清这几个人。说李强在会上指出，引语来了哈，长点也不好听，但是读一下，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指示，打好政策组合拳，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而且今天呢，李强还特忙，上午国务院开会，关键是要紧跟习近平指示。下午干嘛了呢？主持召开了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的座谈会，目标是听取他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意见建议。然后呢，他在这个会上呢，又特别强调要确保已经出台的政策加快落地见效，并且抓紧推进新的具体方案。同时他提出要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切实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但是又来了，主要还是传达精神，立目标，具体怎么做还是没说。所有的媒体都在分析，就是市场如果要维持目前的这种乐观情绪，政府财政方面必须要有更多的政策支持。所以很多分析师也在猜测，到底这个财政刺激能有多大力度。其实也有一些分析或者一些比较批评性的态度的一些网民呢，说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看经济分析或者智库分析呢，也不能照本宣科，或者他们说什么就信什么。甚至有些网民也说很多分析师和这个机构研究员也是有任务的，就他们在某一些时段也要配合政府做一些财政刺激的这种舆论炒作，也是刺激信心的一部分吧，对吧？那么我们就看有几个分析师，我这次在总结媒体报道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他们的名字。比如说这个经济学人智库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苏跃，这个苏跃在好几个媒体上都主动发表了意见，因为他们自己出来了一个研究报告，而且能够看出来这个苏跃他的态度一直跟中国的官方表态呢比较一致。所以这次当官方在努力提振中国经济的时候呢，他也在试图传达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说苏跃呢，在昨天的各家媒体的报道里呢，他都被引用表达了一种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态度。
甚至在媒体们说这个国新办记者会空洞官僚言之无物的时候呢，苏越还给了一个引语，他说没有具体数字也不一定就是负面信号。他说要明白中国的促增长的政策立场没有改变。然后这个苏越呢还给了一个预计的数字，这个数字被多家媒体官方媒体也引了，一些对中国的这个官方相对比较友好的经济媒体也都引了，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北京政府呢可能会再安排1万亿到3万亿的财政支持来提振实体经济。像这种期待财政投入量的这种期待市场是很敏感的。所以苏越呢，你说他这个数字他是自己预测出来的，还是确实有一些官方消息的未料呢？我们不知道。反正这个数字被多家媒体引用来加强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另外一个我关注到的名字是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汪涛，也是个女士她也有个研究报告，也有个观点，说预测今年财政刺激政策呢会在10月18号前后出台。你看这日期都给得很准很有可能是头缝。然后他还说呢，2025年的财政刺激政策呢可能会在202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讨论决定。这个倒不是什么特别新的观点，但是呢他这个汪涛给的这个2个政策出台的点和他对中国政府加强鼓励市场经济的这种乐观态度呢，是被南华早报CNBC 包括联合早报这些相对对中国都比较友好的媒体呢，也是广泛引用。汪涛另一个被多家媒体引用的观点呢，说是9月26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的是明确的政策支持信号，说这个是一定会提升市场对大规模财政刺激的预期的。那么一些市场参与者甚至认为呢，财政刺激的规模应该会超过10万亿。所以这几个数字也是被对中国经济抱有信心，希望这一次能够多挣点钱的投资者被广泛引用，表达一种乐观态度这次还有一个很抢眼的研究报告，来自美国的投行高盛，说10月7号的时候高盛发表了一篇此时不买更待何时，购买中国股票的10个理由的报告，说自9月24号以来，中国政策对市场的回应力度非常大，投资者基本上得到了他们希望的所有支持。然后呢，高盛还说这一轮的中国股市上涨还有空间，政府已经表达了明确的要推进股市的态度，所以买。所以网民就说这次高盛是得了多少好处，神助攻推进中国股市就看高盛了。所以呢，其实就像我之前一直忧虑的一个点，我这次专门说一下，我们谈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又复杂又有风险。因为呢，中国经济从来不是市场经济或者纯粹的这种商业运作规律可以解释的。政府的手、政策的主导、政策的不确定性和领导意志的这种强力，都使中国的经济没办法按照真正的商业规律来运作，经常现实把分析师打脸。但是呢，很多分析师也不太在乎打脸，因为很多投资机构他们的目标就是挣钱，自己挣钱，帮助投资者挣钱，也要在中国市场上挣钱。所以呢，当我们讲中国经济的问题的时候，也有顾虑，觉得会不会给了一些悲观的预测，阻止大家挣钱了呢？因为我真心希望大家都能挣到钱，都能过上好日子。中国人真的是聪明勤奋，值得享有更好的生活。可是当一个社会的这个制度和社会结构，包括它整个经济市场的这种架构出现一些从根本上的让人忧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看着眼前的这个股市一片飘红就乐观的要命当然如果你的
看得足够准，你又运气足够好，你又下手足够快，你也输得起。你玩一些短线，玩一些具体的资本操作挣到钱的话，那祝贺你，你很厉害。可是呢，我们就像我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的，现在大家最担忧的就是辛辛苦苦用自己的劳作、自己的储蓄挣了点钱、攒了点钱的中国普通散户那些股民，真的是不希望大家又被割韭菜，所以还是要给一些冷静的降火。在这儿呢，我用我的好朋友慕容雪村他刚才在推特上发的一段话来结尾。他说呢，中国股市最近大涨，虽然不能确定明天是否会继续上涨，但大跌的一天肯定不会太远。赚了钱的现在退出，那是真赚到了；减轻了损失的也别抱太大希望，觉得还能一把回本。这政权和这个市场从来都不是给你解套的，见好就收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